输了，下阁去吧。晚辈此番闯阁，有必胜的决心，还请师叔不必留手。请。 这小子不过区区金刚凡境，竟如此难缠。你小子不要得寸进尺！ 或许你在这一辈雷门年轻人当中确实是天才，可是入了江湖，有的是能顷刻间取你性命的存在。不要太自大了。这我早就明白。我一路来到雪月城，见过了数不清的高手，威震江湖的前辈，连名号都不知的神秘人，还有我的同辈。 这令我难以望其项背的真正的天才。我雷无极就是一路败到这里来的，但是我输得起。我相信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总有一天我会赢回来的。 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？任凭恩怨多纷扰，踏歌长啸，芳华喷溅啊！少年风流情，天涯海角，一同逍遥，有只脚不寂寥。多谢了。 看我刚才那算是躲开一点啊！心声随景人情袅袅，襄阳在旁，心如莲不染与你朝。 原来如此，境界跌落，不是因为重伤，只是心颓了。让我也回想起那股少年之气，让我回想起那股力量吧。我以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，9万里。 想不到，这15层的守阁人竟然是雷云鹤。雷云鹤，他居然还活着！小师叔，雷云鹤很有名吗？怎么没听师门长辈提起过他？你们望城山的人自然是不愿意提起的。这雷云鹤当年可是号称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，同雷梦莎、雷千虎。 雷轰并称为雷门4杰。当年最出名的一战，便是打伤了你们望城山。上山之后，他要挑战赵玉珍，一指截断上山道，2指掀翻乾坤殿。这第3指，则是对上了赵玉珍的青霄剑，却被一剑斩断了一条胳膊，从此销声匿迹，再也没有在江湖中出现过。 传言他早就重伤而亡，没想到躲在雪月城，
不过以他的武功，在雪月城当守阁长老，就算是剑仙要登阁也不容易啊。雷长老当年重伤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可是武功境界却是一落千丈，如今只有自在地境的实力了。原来如此。不过看他现在的样子，应该是恢复了吧？若是恢复了，那你这好兄弟可就完蛋了。哇！云鹤兄，恭喜你重入逍遥天境。可是，这登天阁也是花了大价钱建造，还望云鹤兄手下留情啊！你这一个雷劈下去，我这登天阁可消受不起啊！我就劈了你这登天阁又如何？求你了！你小子不错。师兄谬赞了。你想登上阁顶，然后带那个人去见你的师傅？哼，好，到时候我也去。啊，阿离，云鹤兄，如今你功力尽复，可是要回雷家了？没脸回去啊！怎么又是这句话？自己丢的脸，总得自己拾起来。再说回家的事，我曾一指破苍山，我曾二指断乾坤，我的三指却没能破去那青霄剑，还丢了一只胳膊。如今我重回逍遥天境，再去见见那青霄剑如何？你打算去望城山？阿离，我们走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，问剑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衣。是。求见李寒衣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，问剑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衣。爹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节，问剑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衣。喊了半天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别喊了，没人理。真是有些尴尬。不管了，好不容易闯到这阁顶，一定要见了他。雷家宝，喊什么喊？吵死了！问剑雪月城，就凭你手里的这把杀猪剑？这是纱布剑。哼，我现在已经来了，你出剑吧，让我看看，你到底有什么底气说出“问剑雪月城”这句话来？好。这种杂耍，也拿出来丢人现眼。你的剑技橙子雷轰，大开大合，威力不俗，确实需要更扎实的基本功，不然就会破绽百出。听说你学习了雷家的无方拳，还向天外天的少宗主学了另外一套拳术，再加上火灼术，2套拳法，1门秘术，你有多少心思可以放在席剑上？雷轰那个混蛋，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师傅说了，行走江湖，艺多不压身。一派胡言！行走江湖，一人一剑，足矣。看好！我的登天阁。
一，你这个混蛋，混蛋！去。这就是剑仙一剑的威力。 喂，你还好吧？还好。你是？我叫李凡松，也是来闯登天阁的。哦，你好啊。哦，这就是剑仙一剑的威力，真是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真想亲自接这一剑。会有机会的，我去了。问剑雪月剑仙李寒一，哎，这来闯的是我。你要问界剑仙，得从第1层登起啊。 望城山赵玉珍门下弟子李凡松前来拜会雪月城，问剑雪月剑仙李寒一，请雪月剑仙赐教。无量剑是无量剑。李寒一，我要跟你拼命！不要拦着我，李寒一，我的登天阁。去。 李寒一，你陪我登天阁，我跟你拼了！我的登天阁呀，天了！李寒一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跟你没完！哎，兄台可还好？好疼！哎。 打不过，是打不过。要不，咱俩一起上？好啊，一起上！雷家堡雷轰座下弟子雷无极前来问剑雪月城，赵玉珍座下弟子李凡松也来问剑雪月城。 它有过这时间的情节，模糊双眼，不顾一切向前，无法抗拒。无极还有一剑，请剑仙试之。凡松亦有一剑，请剑仙试之。下一个开始燃烧。 照亮整个黑夜。剑名，烈火轰雷。剑名，无量天罡。我也有一剑。剑名月溪花尘。剑仙一剑，冠绝千古。还是打不过，那可是雪月剑仙，咱们俩能打过，那才有鬼了吧？
这柄剑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回雪月剑仙，这柄剑是我自己用桃木雕的，还没来得及取名字。要不剑仙您给取一个？懒得取。你为何来见我？啊，那个，我听师傅说多了雪月剑仙的大名，有些神往。此番听从师命下山游历，就很想见一下前辈。现在见到了。啊，见到了，见到了，不愧是雪月剑仙。既然已经见到了，那还不快滚！赵师傅，许！大龙相立。望城山李凡松，见过三城主。望城山飞轩，见过三城主。你们要见的人已经见到了，便早些回去吧。走。这一带望城山的五运和天运分得不错，看来以后的江湖，望城山要从雪月城手中夺去一半了。谁有稀罕？你呢？为什么来见我？哎，注意看啊，好戏要来了。晚辈雷无节，见过雪月剑仙，恳请雪月剑仙前往雷家堡，见我师父一面。三师尊，这就是你说的好戏啊！这小子，难道不知道韩一的身份吗？雷轰竟然什么都没告诉他。雷轰，他要见我。师父曾与雾阶说起，他之所以习剑，就是因为见过了雪月剑仙一剑，之后更是时常念起那一剑，希望能与前辈再见。如今，师父被庞氏所办，不能离开雷家。雷无节，斗胆恳请雪月剑仙前往雷家堡，见我师父一面。好，我随你去雷家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懒得去。剑仙手下留情啊！很简单，你做我的弟子，什么时候能接我三剑，拿回这把纱布剑的时候，我就随你去见雷轰。你不愿意？剑仙剑术通神，雷无节早已心生神往。不过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还需要与师父知会一声。你的意思是，先去见雷轰，再来说拜师的事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空手套白狼。雷无节，拜入剑仙门下是求也求不来的机会，不要再犹豫了。弟子雷无节，拜入雪月剑仙门下。如若他日雷轰师父责怪，雷无节便以死，以谢二位恩师，授业之恩。傻子！明日来后山找我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就你话多。一约既成，万山无阻。雷无节，来，起来。雷无节，别晕呢，钱还没还呢。啊！哎，雷无节，他这一战消耗太多，身体已经透支了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你现在也正式成为他大师兄了。你这个师弟欠我800两，要不然你这个做师兄的帮他把这笔钱还了，我也好回我的雪落山庄。我没有钱。谁有钱？
没错，雪月城上上下下所有的金钱开支，都是由我来负责的。那就好办了，800两。听唐莲说，你的名字叫萧瑟，是又如何？好名字。少拍马屁，该还钱还钱，我着急赶路。萧瑟，你钱自然是要还的，只不过在下想请萧兄弟到雪月城稍住几天，我心中还有几个疑虑，想要向萧兄弟请教。我若是不从呢？难不成要以武力威胁？自然不会。想要萧兄弟进入雪月城，在下的确是有私心的。什么私心？长风不才，想收萧兄弟为徒。阿爹，你说什么呢？长风不才，想收萧兄弟为徒。想收我为徒？凭什么？在下这一身武功，在江湖上也算是拿得出手。我又不信。除了武功，在下的棋艺那也是天下无双。不知道萧兄弟喜不喜欢下棋呢？谈不上喜欢，就是没输过。好，那不妨我们就下上一盘。倘若萧兄弟赢了，那我就不再勉强，如何？好一个雪月城！你当初就是这么骗落霞仙子留下的？愿赌服输，这哪是骗呢？请吧。围棋乃是鬼道，并非大道。想不到堂堂3城主，竟如此沉浸鬼道。若以4城为棋子，天下为棋盘，可算大道？3城主好大的谋算，不过萧某志不在此。在萧某看来，任何谋算都大不过银子。志不在此，还要银子，我就不明白了。虽然有别的用处，若不想给，那就算了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能拜我为师，我便让你统管雪月城的财务，如何？3城主好魄力，值得吗？这是雪月城的选择。月俸800两，不够。那你说多少？一共800万两吧，待我出城之日一并给我。800万两，你不如直接说让你当城主好了。好，成交。既然你心不在此，但是以4城为棋子，天下为棋盘的棋局已经摆好，我们所有人都是棋子，你我都不例外。那只是你觉得。化雪山庄的美，总会在片刻之间悄然凋谢，往往这时候都会下着微微细雪。阿爹还在世的时候，每年都等着看这片刻凋零的美景，他称这种景为雪殇。他觉得梅花凋零之时，雪也已然死去了。本来等了许久，想看这场雪殇的，只是你竟一刀将这些都给斩了。带他下去吧，睡一觉醒来，便什么都给忘了。12柄灵刀现在已然都断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由你们去做吧。
宗主，关于你的那几个朋友，刚刚有一些新的消息传来。他们最近怎么样了？唐莲离开于师，回了一趟唐门，见了唐门师傅唐莲月一面。萧瑟和雷无节却是兜兜转转，又行了3个月的路，才到雪月城。雷无节前去登天阁，一直到了阁底，与玄剑仙赵玉珍的弟子一同问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虽然最后被一剑打了下来，但是却被李寒一收入门下，成为了他第1个弟子。这小子运气倒是挺不错的，能被雪月剑仙收入门下。不过听说他的另一个师傅雷轰和李寒一倒是有不少渊源。那另一个呢？那个抠门的老板回他的雪落山庄了。萧瑟也留在了雪月城，并且成为了枪仙司空长风的弟子。我还以为会是九仙百里东君呢。我那几个朋友，想必很快就会名震江湖，真是期待再相逢的那一天。天武帝萧绎于乱世之中挥剑而起，建国北离，后国祚延绵200余年，至明德帝一朝，国力强盛，四方来拜。明德帝有一子，名萧楚河，排行第6，天纵奇才，本是太子的最佳人选。然4年之前，明德帝胞弟琅琊王涉嫌谋反，被判斩刑。萧楚河当庭为其争辩，触怒龙颜，被贬为庶人，流放青州。太子之位悬而未决，朝中其余皇子争斗不断，使得朝局动荡，天下不安。而遭到流放的萧楚河却失了行踪，多年来下落不明。明德20年秋，寒水寺忘忧大师作画，以此为引，震动整个江湖的黄金棺材事件拉开序幕。老板，您看，咱这雪乐山庄开了都快5年了，现在这连客房都在漏风。您看，您要不要花些银子把这客栈给修整一下？这样还……你懂什么呀？我萧瑟的客栈，要的就是风雅2字。咱们雪落山庄，背靠青山，面朝历史。要是房间再多些颓败之感，
那就更显风韵。这正是旅途中人所热衷的感觉。那是什么感觉？自然是在路上的感觉。在路上的感觉，那是什么感觉呀？等等，老板不会想把客栈给卖了吧？这大雪都下了好几个月了，一个客人也没有，马上连工钱都发不出来了。等这客栈一卖，咱哥俩没钱没地方，岂不是沦落街头？哎，来，你想太多了。就算咱这客栈白送给人家，人家都觉得破。这再说了，这老板的境界，岂能是我们这一介俗人所能懂的？你看，雪下这么大，咱们能看到的，就是一片白茫茫。这老板呀，他能看出来意境，这就叫做文人骚客。哦，哎，你看，准备吟诗了。生意不景气啊，要不还是把客栈卖了吧。来客人了。哎，这个人连棉袄都穿不起，看上去不像是有钱住店的样子。你看清楚，他穿的这身衣服红得很特别。这样的料子，除了天启城玉秀坊这样的大铺子，否则要进一批料，都得把整个店铺卖了才行。接客。好嘞。这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？就这儿了。这个家伙，看上去就让人讨厌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不过看他的穿着打扮，定是江湖中大家族出门历练的子弟，一定很有钱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这种客官最是爱摆阔，是时候大赚一笔了。一碗阳春面，一碗老糟烧。啊？怎么了？您还要不要点点别的？小店的梅花肉、桃花酿都是招牌。梅花肉啊？来一份梅花肉，定然是不行的。哎，不如你切一块在那阳春面当中吧。啊，一碗阳春面，一个老糟烧，6个铜板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有人从寒水寺运来一件重宝，要去九龙门。哎，知道，江湖上的传遍了，据说谁能得到那重宝，就能号令天下。我怎么听说那重宝是一门绝世武功啊？明明是一个绝世美女。拉倒吧，寒水寺能出美女？那是老大说的。哎呀，几位客官里边坐。你看，又是一帮没礼貌又没油水的家伙。客官，客官，拿最好的酒、最贵的肉来。客官，您的面和老糟烧。哇，请慢用。哎，怎么了？你。这几位客官，本店规矩，先收钱再上菜，所以各位到底是要几斤肉、几两酒，还是提前说好？你是谁啊？在下萧四，是这雪落山庄的老虎。哼，我没钱。哦，但是你一定有钱。实不相瞒，
本店已经1个月没开张了，现在连工钱都开不出。哼，我不管，就算你没钱，你身上这件裘皮大衣怎么也值110两银子。胡说！五花马，千金裘。我这身袍子，乃是天启城玉绣坊定制的，光做便做了3个月，熨便熨了1个月，110两，买我个袖子都不够。哼！我说你小子，到底听没听懂我说话？2两银子。什么2两银子？我说这桌子，2两银子。你小子，老子今天是来打劫的，不是来打奸的。给我来上好的酒，上好的肉，再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你的人，烧了你的店。打劫啊！那我就不能不管了。你是谁？雷无杰。雷无杰？正是。雷无杰是谁？不知道啊。雷无杰谁啊？没听过。江湖中有这行人呢。我初涉江湖，你们自然不知道我的名字。不过，没关系，很快我的名字便会明知。什么无名之辈？给我上！风刀挂镜，江南霹雳堂，雷门，雷家，雷无杰。给我剁了他！这可是我的无方拳法，当然，我还有更厉害的东西。少年梦逐乱如风，壮心间观年轮，好坏曾遇伤痕，闯荡才算人生。靠曾见棱角激昂青春，才是我岁月风刃。天涯凌云尽所。怎样？现在可知道我是谁了？还不快滚！快走！哎，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了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大恩不言谢，拔刀相助。那当然，哎，要不是我，那帮大汉早就砸了你的店，搞不好你们连命都没了。这难道不是大恩？你看看我这店，跟被砸了有什么两样？100两。我没钱。那再怎么说，我也算救了你们的命。你这样也太……需要你来救。这功夫，100两。我真没钱。没
没钱？但我马上就会有钱的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地方便会有钱。什么地方？雪月城。雪月城。嗯。雪月城被尊为江湖第一城，其实是几大世家门派组成的联盟。江南霹雳堂就是其中之一。要想拿回该拿回的东西，雪月城也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是去雪月城，那么以他的身份，从雪月城中拿出100两银子，自然不在话下。而且这个家伙似乎并不像在骗人，毕竟他怎么看，除了武功高强以外，简直就是一个傻子。可以，你去雪月城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啊，完全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利息就算你500两吧。啊，500两。也是好多年没出去了。雪月城的几位城主，我们也该见面，聊一聊当年的事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兄台好雅兴，这酒我们可以喝，但马车上的东西你可得留下。哦，你们可知道这辆马车里头装的是什么？哼，不外乎金银财宝。你们这样说，倒也未尝不可。少废话，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这大雪天的，你们跟了我一路，实在是过于辛苦。但是你们要的东西，注定是拿不到。我想，还是请你们喝了这杯酒，然后。前任，派你们来的人，或许没有告诉你我究竟是谁。这趟镖，不是你们这种小角色能够动得了的。你是蜀中唐门的人。撤！师尊这次托我运的是什么？这一路上竟引来这么多的高手。谁？雪月城唐莲。你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们还会再见的。站住！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白发玉剑，轻功卓越，怎么从未听师尊提起过江湖上还有这样的高手？雪也太大了，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的。还好我的马是千里挑一的神骏，
不然咱们都得被这场雪给埋了。不，你这一路都在说你的马好，你是卖马的吗？少废话，进去生个火。装模作样。哎，刚刚有人生过火呀。太好了，这下方便了，我还怕那柴火太湿，怎么都点不着呢。莫非只是2个寻常的赶路人？快点！刘无节，哎，你说带我去雪月城，可这一路上你已经走错2次方向了。你确定这次路是对的？其实我也是第1次去雪月城，不过我发誓，这次一定是对的。他姓雷，莫非来自江南霹雳堂雷家？可是雷无节这个名字，却从没听人说过。你属狗的吗？闻什么呢？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是花香，蔷薇之香。蔷薇？这个天气会有蔷薇啊？这是蔷薇露的味道。蔷薇露出大邑、占城、爪哇，并且只有天启城的百花阁才有的卖。这儿怎么会有？想不到在此荒郊之地，还能遇到能识风雅之人。我苦求百花阁主多日，他才卖给了我这1瓶，却一下就被你闻了出来。风高月冷，姑娘要进来坐坐吗？不必了。这是月姬笑送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他们2人就是月姬和明侯，杀手榜上位列第9。除了霸占杀手榜上前8席的暗河组织之外，绝对是江湖上最厉害的杀人王组合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他们送了我们帖子，岂不就是要杀我们呀？你兴奋个什么劲儿？其实帖子是送给里面另一位朋友的，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就是接了帖子的都得死，所以今夜2位的命就都一同留在这儿吧。我接过你们的帖子，但我却没有死。敢问这位兄台？唐莲，所以我们这不又赶来杀你了吗？唐莲，你是唐莲，雪月城首席大弟子唐莲。哎，那这样说起来，你就是我的大师兄了。我雷无节，我是从江南霹雳堂雷家堡来的。我也是雪月城的，小心！明侯天生不爱说话，所以他最讨厌话多的人。好大一把刀啊！你受伤了，你中的百香散也没有完全解，不然刚才那一刀，下一刀你一定挡不住。这一刀我来挡，师兄为我挡了一刀，我也为师兄挡一刀。哦，小兄弟竟然也是雪月城的人，那杀了你也不算枉杀了。
只是明侯的刀不轻一把，你先试试我的剑吧。树衣剑，他们二人的兵器倒是绝配。树衣剑、金具刀，能一晚上见识到这2样兵器的人不多。小兄弟，你可看好了。素闻江南霹雳堂雷家火器天下第一，却没想到小兄弟的内力也如此惊人，竟能赤手握住我的树衣剑。哼，你的剑我见过了，可我的拳你还没见过呢。是雷门的无方拳，拳未到气先到，这小子有一手。月影剑、防影术，都是绝等的杀人之术。再绝等的杀人之术，没有杀掉该杀的人，也是没有用的。我输了，刚才那局是你胜了。小兄弟说笑了，我们杀手没有输赢，只有生死。想不到初入江湖就能遇到这样的对手，生为我姐的幸运。这是雷家宝的火灼之术，怪不得他的头发会发红。月姬，我们走。喂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占尽上风，为何要离开？什么人的刀你都敢接？你有几条命够你这么玩的？你不是也会功夫吗？你怎么不去打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武功了？不是，你在那客栈，你一挥手，门窗都齐刷刷的关上了。傻子，这世上除了武功，还有一种技术叫激光，需要你来救。这也行。这位大哥，你在后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刚才有人偷偷溜进去了。我想那明侯月姬也只是不想被人渔翁得利罢了。
啊！哇！走吧。怎么了？咱们不是要找雪月城吗？如今雪月城大弟子就在眼前，不跟着他，跟着你瞎活。对啊，哎，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，只敢做些偷鸡摸狗之事。唐莲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谁是上不得台面的家伙？报告大师兄。千洛，三师尊知道你来吗？你不会又是偷跑出来？谁说的？我就是出来游历江湖，恰好路经此地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看来还是偷跑出来的。我现在有任务脱不开身，只好传书给三师尊，让他把你领回去。唐莲，你敢？哎呦，大师兄！哼，不跟你玩了。刚才那位是司空千洛，姓司空，莫不是枪仙司空长风之女？正是我三师尊的女儿，雪月城的大小姐。哦，那还真是让人出乎意料。千洛这次是真的是有些过分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听声音准没错，纯金的。纯金的？纯金的又如何？值大钱了。恰！素未谋面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我不是相信你，我只相信他。这一点我倒是认同你的判断，毕竟这家伙除了武功好，就没有脑子。骗人这种事，他确实干不出来。那你呢？我把我最好的2匹夜北马拿来给你拉货，你还不信我？师兄，别理他，他就是个马贩子。这一路上除了听他夸他马好以外，就没听过他说别的话。雷兄弟，你暂时没有拜入师门，师兄这2字，我想你可以不用叫得这么着急。哎，好的，师兄。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这棺材里装的是什么？师尊并没有告诉我，他只是让我把它运到碧罗城的九龙门。另外，和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千万不要试图打开这具棺材。恰！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对这棺材更感兴趣了。千万不要对它感兴趣。我这一路上遇了10几波杀手，那么多人对里面的东西感兴趣，拥有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你这一身的伤是那些杀手？只是月姬和冥侯，其他的不过是一些……其实关于这黄金棺材的传闻，我倒是听过一些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别这样看着我呀！这种传闻已经在江湖上传开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大致就是有人从寒水寺运送黄金棺材去边境，棺材里装着的是数不尽的财富，还有足以称霸江湖的武功秘籍。你相信？原本我不信，直到我后来发现，
运送这黄金棺材的，竟然是雪月城大弟子唐莲。那又如何？其实像这种传闻能传遍江湖啊，自然是有人背后推波助澜。不过像明侯月姬这样的杀手，显然是做不到的。相信你也听说了，几个月前寒水寺忘忧大师的事情。我猜这棺材内8成就是忘忧大师的尸首。只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得到它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只是一个消息比较灵通的客栈老板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直奔九龙门吗？三顾城，美人庄。美人三顾：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三顾倾我心。三顾城是前往碧罗城的必经之地，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商人经过这里，其中不乏1掷千金的豪客。而美人庄则是城内最大的销情铺。这里不仅是温柔乡，还是北离境内数1数2的赌场。可惜啊，雷无绝那小子还守着马车，不然真该带他来这儿见见世面。美人庄是这三顾城里最大的青楼，能来这里的都是豪客中的豪客。他们的赌局太大，没办法用普通的金钱计算，所以这里的赌局都是用这种成筐的明珠。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如我们也去赌一局。哈，我可没有钱。怎么没有？咱们可是有一口纯金打造的棺材。闭嘴！我警告你，别打这个主意。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接头人的，必须丝毫不引人注意。是金明蕊。是莲吗？你不是说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吗？可是现在你看看，整个美人庄，所有人都盯着我们呢。蕊，莲，距离你上一次来，已经过了16个月07天了，你就这么不挂念人家吗？你们一个叫蕊，一个叫莲，听起来还真像是一对老相好。真是个好看的少年郎。刚刚听公子说想要赌一局，美人庄今夜有一场千载难逢的赌局，要不要一起玩玩？我可没有钱。不，你一定很有钱。姑娘为何如此确信？寻常人看到如此庞大的赌场，早就瞪大了双眼。看到我这样的美人，早已迷了心神，但你却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，仿佛这样倾城的财富、倾国的美人，在你眼里都是稀松平常的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很有钱？蕊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你的接头人至今也没来，但东西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要小心，这几天不断有顶级的杀手为了那件东西涌入三顾城，他们中有很多人不好对付。公子还想赌吗？我有一座山庄，名叫雪落，大概值10匣这样的珠子，不知姑娘可愿先借我一匹？好说。
的美人庄被这位公子包下了，想赌的留下，不赌的就请先回吧。天女说笑了吧？区区2匣明珠就能包下美人庄？这位公子看上去有些面生，怕是不懂这里的规矩。天女怎么也糊涂了呢？糊涂？在家做错何事？好了，我也就是吓吓你。至于为什么吓你，我只是想让在场的人知道，这位公子的赌局不单是金钱局。莫非是生死局？没错。这生死局是什么意思？光听名字就知道了。输的人不光要留下钱财，还要留下性命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这么赌了？哼，这个小丫头，我知道你想要帮你的小情郎，但是你也要知道，仅凭这3顾城美人庄，镇不住这个场。是你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唐莲。不过这小丫头说的也对，愿意入局的留下，其余的人可以清场了。有趣，这些人连黄金棺材装的是什么都不清楚，还敢来凑这个热闹，聒噪。